最近连载了20几年的少年漫画《猎人》要发新的单行本了，让不少从第一话追到现在的粉丝老泪纵横。但所谓的少年漫画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吗？为什么许多大人还是天天在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少年漫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收看超久的《猎人》作者富坚义博终于再次提笔画画，最近也即将推出《猎人》最新一集的单行本，让全球各地的粉丝暴动。日本的少年漫画作品影响力真的很惊人，除了《猎人》之外，还有全球漫画销量打破金氏世界纪录的《海贼王》，荣登台湾影史票房前10名的《鬼灭之刃》，或是即将被好莱坞翻拍成真人电影的《进击的巨人》等等等。那少年漫画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跟商机一大原因就是读者群非常的广泛。男女老少都有，还能够打破地域的限制，红遍全球。但其实少年漫画最初的读者客群是设定给大概8到15岁的儿童看的。那到底为什么原本给小孩子看的少年漫画，现在可以吸引这么广大的读者群呢？高人气的背后又有没有什么样争议跟挑战呢？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各位小时候有梦想着自己帅气开着战车吗？今天要介绍战车世界，让你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就能够在刺激的对战当中实现战车梦。战车世界主打完全免费，不比谁氪金多，只比谁的操作比较高端。游戏中有超过30种不同的地图，从山丘、森林、城市到沙漠，根据地形、天气都有不同的策略与作战计划。此外，还有超过600种战车，轻、中、重型战车一应俱全，高度还原的设计大大提高了游戏的真实性，而且还跟各种 IP 合作，比如少女战车、战场女武神等等的动画，丰富游戏乐趣。现在只要透过资讯栏连结注册游戏并输入代码，就能够获得超级实惠的特别礼包。有兴趣的话，快加入战车世界吧。顾名思义少年漫画最初是按照读者客群定义的，主要对象是国中小的儿童。不过，少年漫画现在的读者群超级广泛根据发行量最多的少年漫画刊物《周刊少年 Jump》去年的统计，他们有超过一半的读者年纪都在19岁以上。所以现在有些人呢会用作品的共同特色来定义少年漫画，比如剧情多半是主角为了某个目标努力奋斗，并且在不断的战斗之中自我成长的故事。但是还是有很多被归类在少年漫画却不完全符合这种特色的作品。可以说，现在的少年漫画并没有一个很具体严谨的形式规定，有点像是音乐曲风一样，会有很多跟其他类型有重叠或是分类模棱两可的状况。所以许多人认为，要定义一部作品是不是少年漫画，最权威的标准是要看这部作品刊登在哪。如果是在少年漫画杂志上面，通常都会自动被归类在少年漫画里了。那这种由刊物主导的少年漫画又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很多面向8到15岁儿童的少年月刊，里面呢会附一些短篇漫画，因此渐渐有了少年漫画这个说法。但是在2战期间，这种刊物的发行受到了严重打击，也让少年漫画的发展一度停摆。而在战后，少年漫画不仅起死回生，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的一大关键就是少年刊物再度兴盛起来，各大的出版社呢先以月刊开始运作，提供稳定的稿费，让许多的漫画家可以更安心的创作。1959年，讲谈社跟小学社更双双创立了周刊少年 Sunday 跟周刊少年 Magazine， 这样以周为单位发行不仅提供漫画家更多的曝光机会，也逐渐的巩固了周刊的权威地位。那在刊物之外，在战后的20年间，影响少年漫画的关键角色，还有人称漫画之神的手冢治虫，他史无前例的把电影构图分镜的概念应用在漫画上，启发了许多的后辈漫画家，也主导着当时的日本漫坛。而他的作品主要是以儿童作为主要读者，有着线条干净、造型可爱的人物和儿童适宜的剧情，所以这种儿少风格也成为当时日本漫画的主流。不过，当时还是有一群漫画家就是不想要画儿童漫画。在少年刊物之外，战后的日本也一度盛行漫画出租店，很多的小出版社会发行只卖给出租店的代本漫画，让许多非主流漫画家的作品也拥有了一席之地。其中有些代本漫画家就觉得漫画不该只是肤浅幼稚的儿童故事书，他们主张用写实的画法探讨更严肃的社会议题。后来这些非主流的代本漫画家也催生了另类漫画刊物 Galo， 在1964年创刊。没想到 Galo 居然大受欢迎主要读者是那些从小看漫画长大
他的战后婴儿潮时代。此时他们已经是高中大学生了，再加上60年代末呢，日本又兴起了学运社运浪潮，所以他们也偏好更成熟、更能够反映当下社会气氛的作品。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少年漫画周刊似乎也渐渐的扩大了读者群，各大刊物纷纷的刊出了更成熟，甚至有点儿童不宜的作品。周刊少年 Magazine 呢，在1970年开始连载的争议作品《阿修罗》就有各种血腥暴力的桥段，而1968年才创刊的 Jump 更是一创刊就连载了涉及情色跟暴力的《破廉耻学园》。那在各家杂志不断尝试，再加上 Jump 后来的种种创举之下，少年漫画的人气又爬上了另外一个巅峰。刚刚说到，周刊少年 Sunday 跟周刊少年 Magazine 早在1959年就创刊了，而至于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 则是到了1968年才创刊，晚了快10年。所以一开始他们的运作并不容易，但这反而让他们掌握到了源源不绝的人气密码。首先，晚起步的他们因为几乎邀不到大咖漫画家，所以更注重在挖掘跟培养新人上，也会跟他们签专属合约，让他们专门为 Jump 连载。那有了漫画家之后 ，Jump 又建立了调查至上主义的制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是一套分析流量机制，他们会在每周的刊物上面附问卷，让读者填好后寄到出版社，并且彻底统计分析这些意见回馈，排出每周的人气名次，然后果断的淘汰人气低的作品。在这套机制下 ，Jump 的买气也真的扶摇直上。1995年的发行量就突破了650万本，创下了日本漫画杂志史上的最高纪录。而到了2000年代呢 ，Jump 不仅坐稳了日本漫画的杂志龙头，更在全球有了中文、英文、泰文、德文、挪威文等等版本的授权专刊。那以结果来说 ，Jump 的这套做法确实有用，不过也引来了一些争议。Jump 人气至上的做法常常引起外界质疑，是在扼杀漫画家的个性，限缩了少年漫画的可能性。批评者认为，在 Jump 的调查主义机制之下，新的连载如果人气一直吊车尾，就会被腰斩，而这可能就会迫使漫画家去创作一些媚俗的作品。甚至也有人质疑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编辑部呢，会强迫作者修改作品。而这种批评呢，也不只发生在 Jump 身上。名侦探柯南的作者呢就说过，在柯南连载初期，周刊少年 Sunday 的编辑部高层呢多次的干预剧情，让他灰心到一度不想画了。很多读者也认为这种种的干预导致了少年漫画逐渐公式化。比如呢 ，Jump 就被认为有所谓的友情努力胜利法则，剧情往往都是主角为了梦想踏上旅程，认识一群伙伴，凭着满腔热血没完没了的战斗，而反派呢不管多强都还是会被主角给打败。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反驳说，把关内容本来就是编辑的工作，怎么样才算是干预也是见仁见智。有很多的作品在编辑的帮忙之下变得更好，比如《火影忍者》的出来编辑就因为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建议，被许多的粉丝视为最大功臣。另外，也有人指出 ，Jump 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特色跟调性，才能够拥有一堆的死忠粉丝，而且也还是有很多的畅销作品，并不完全符合所谓的公式。比如《银魂》的主角呢，就超爱耍废，还只会为了钱做事完全不是典型的热血主角。在赞美与批评声之下，近年来少年漫画最大的危机是销量。随着网络科技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出版业不断的萎缩，而这10几年来，日本漫画市场也一直在衰退。根据2017年的调查，发行量最高的 Jump 年发行量已经跌破了200万本，连高峰时的1/3都不到。第2名的周刊少年 Magazine 呢，更是只剩88万本，而且就连漫画单行本整体的销量也掉了13%。根据日经新闻报道，很多出版社追查发现，销量下滑的主因是层出不穷的免费盗版漫画网站，严重的影响了读者购买纸本漫画的意愿。另外，也有人指出，竞争者变多可能也是一大因素。毕竟现在人们的娱乐选择越来越多元方便，像韩国近年积极发展的手机漫画，甚至串流影集线上游戏，可能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那针对这样的冲击，各大漫画出版社也积极的祭出对策，推动漫画电子化，或推出动画或者是真人影视剧上架串流平台来吸人气。像是《间谍++9》就是 Jump 的 App 平台 Jump Plus 的原创作品，改编成动画上架 Netflix 之后呢，更爆红全球，被视为是少年漫画的数位化转型中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我们团队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都很爱看少年漫画，有的人呢还会被爸妈嫌说都几岁了还在看这种小孩子看的东西。那确实我们很多人呢都是从小看少年漫画到大，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看的角度也不太一样了。小时候看可能会很憧憬，天天幻想成为海贼王，但现在变成大人之后，什么梦想冒险感觉都很遥远了。每天烦恼的都是工作、生活中的琐事，然后也会看到很多社会的黑暗面，知道不管世界多糟，也不是超级英雄挥一拳就能够改变的。
的。而少年漫画的那股热血，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或做不到的那一块。而我们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被少年漫画吸引，因为所有我们找不到、做不到的，都可以由漫画主角代劳。那虽然友情、努力、胜利之类的热血元素听起来好像很俗套，但依然是很多人会有共鸣的东西。而我们认为，少年漫画的魅力就在于呢，就算是同样的元素，在不同的漫画家笔下，就会一直变化出不同的面貌。有互相扶持的友情，也有分道扬镳的友情；有充满野心的努力，也有充满无奈的努力；有开心的胜利，也有悲伤的胜利。怎么呈现出新的面貌，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就是少年漫画的一大看点。好的，那最后呢，就想来问问大家，你长大之后有在看少年漫画吗？看好看嘛，好的作品不分年龄层哦。B 几乎没有在看了，觉得有点太幼稚了。C 我还没有长大，看少年漫画很 OK 吧？D 其他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少年漫画是怎么来的。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哆啦 A 梦的正义以及麒麟王真人版开箱。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